水，哪里有水？好家伙，浑身都烧着了，再晚一步人就没了。火就这么灭了。所有人听令，投石机全力发射火球，今晚就要把这座孤城烧成一片焦土。将军英明，守军已是强弩之末，今天定能一举破城。走吧，把这群家伙全都烧成灰烬！天要亡我落霞关，我守了这座关城30年，没想到最终竟是这般结局。几颗火球就想攻城，未免太小看我了。来一个灭一个，我看你们还有多少花样。这是什么神通？火球全被拦下了，这绝对是神迹啊！是神仙，天降神人救我们性命了！神人下凡，落霞关有救了！妖物是天外妖物，太可怕了！古怪，实在太过古怪，这到底是何方来历？几颗火球就想攻城，未免太小看我了。先撤退！在下落关守将沈星瑜，多谢壮士出手相救，化解全城灭顶之灾，不知壮士高姓大名？我叫陆安，不知这奇异之物又是从何而来？我听到了枯井传来的声音，说这里缺水，于是我就过来了。实不相瞒，北戎数万大军围城，城内断水断粮，3万民众困于孤城，早已走投无路。方才我见空中异象，又见古井发生变化，不知这里究竟藏着什么玄机？这口古井连通着我所在的世界，2个时空被这处通道衔接，人和物资都能自由穿袭往来。若是当真如此，那我落霞关就有救了。陆壮士，请您出手相助，救救全城百姓。井在发光，这口古井真的通灵了。跨界通商系统正式激活，时空通道锁定落霞关古井，2界物资人员可自由往返。检测到落霞关民众深陷绝境，救援初步条件达成，现发放跨界手笔酬劳。这古玉质地极佳，看样子价值不菲，算是意外之喜了。眼下工作室的欠款终于有指望了。求求了，别吓我，安哥，你快回来吧！安哥，你是人是鬼？活得好好的，别废话。看这个，这玉质感绝了，哪来的？这井连通古代，那边有个叫落霞关的地方，被敌军围了，缺水缺粮。刚才我就是去那儿了，用洒水车灭了他们的火球。这玉是他们给的谢礼。咱们工作室还欠着100万的债，那这玉能值多少钱？变现去，能不能翻盘，就看这一趟了。陆老板，听说你欠了一屁股债，怎么着？要抵设备？少废话，看货，给个实价。嗨，我当是什么好东西？这块玉啊，玉质是还行，但有暗裂，雕工也一般，算不上什么上品。你急着用钱，我也不坑你，5万块，我收了。我虽然不懂古董，但也看得出来这玉细腻温润，
系统给的奖励绝不可能只值5万。金老板，这玉你5万就想拿走，打发叫花子呢？话不能这么说，你现在急着用钱还债，除了我，谁肯当场给你结账？留着你的钱吧，我找别家。哎，我说陆安，别家压价比我还狠，你出去转一圈，最后还得回来找我。汉代羊脂玉璧，官造工艺，保存完好。我们典当行可以出100万，您看这个价格可以吗？可以，现在就当。您的账户到账100万元。陆先生，手续办完了，以后再有类似的物件，随时可以来找我。我们典当行价格公道，绝不压价。一定。卖了多少钱？我去，100万！那金老板居然只给5万，心也太黑了。陆安，你还有脸给我打电话？钱呢？明天就到期限了，你要是拿不出来，我下午就带人过去拉设备。张总，别急啊，100万货款是吧？我现在给你转过去。真转了？你哪来的钱？不用管，咱们两清了，以后别再打我设备的主意。太解气了！落霞关紧急求援，城中粮草耗尽，士兵已无力持械，宿主尽快支援。方才几番探查，城中粮仓已经彻底见底。将军，兄弟们昨天就只分到了半块粗粮饼，今天不少人饿到手脚发软，连兵器都握不稳了。城内老弱妇孺更是苦不堪言，再没有粮食补给，不用敌军来攻，咱们自己就撑不住了。没粮食可怎么活呀？这日子太难熬了。陆壮士能送来物资吗？如今全指望古井另一头了。陆安先生，落霞关危在旦夕，全城粮草耗尽，士兵无力持械，恳请您施以援手。安哥，井对面又传来声音了，那边情况又变差了。没错，落霞关断粮了，士兵都饿得拿不动兵器，情况十分危急。仓库里还有一大批临期压缩干粮，量大管饱，要不咱们直接送过去应急？不行，绝对不能送临期食品。为啥啊？临期又没变质，能填肚子就不错了。那边的将士和百姓用性命死守城池，守护一方安宁，咱们哪怕多花成本，也绝不能拿临期物资糊弄人家，这是底线。是我考虑不周，安哥说的对。那咱们现在去哪儿采购？立刻出发，去生鲜市场、粮油店，只挑最新鲜的米面、活鱼和腊味。收到，我这就去开车。50袋精米，32袋白面，全是新到的货，都给你码齐了。辛苦，直接往车斗里装吧。安哥，活鱼和腊肉都点好了，20筐火草鱼，10箱腊味。台主说量大，额外多送2筐杂鱼。全装好了，走，回工作室。可以开始传送了。这古井通道也太神奇了，运货比货车还方便。我的天，真的送过来了！这么多粮食和肉食，都是上好的精米，还有活鱼腊肉，这在咱们边关可是稀罕物。有吃的了，咱们终于不用饿肚子了。多谢陆安先生雪中送炭，这份恩情，落霞关上下铭记于心。传我命令，优先将食物分给伤兵、老人和孩童，再按人头分发其余口粮，所有人安分领食，不得争抢。我们连日围城，顿顿都是粗粮干饼，他们反倒大鱼大肉，凭什么？将军，城内突然出现大量粮食肉食，看模样补给十分充足，我方军心已经开始动摇了。岂有此理！本以为他们断粮困死，没想到突然运来大批粮草，士兵们都被食物勾得心神不宁。再这样下去，军心就要散了。一群没用的东西，不就是几顿吃食？传令下去，全军休整1夜，
明日天光大亮，全体攻城，攻破城池，里面的粮食、肉品全归我们所有。攻城抢粮！将军，北戎大营动静极大，破野下令，明日一早全军发起猛攻，扬言要攻破山关，抢夺粮草。传令全军，今夜严加戒备，整备军械，明日死守城关。末将遵命。城内有粮有肉，攻破城门，任凭你们许用，给我冲！冲！放箭，滚木立时准备。将军，敌军太多了！所有人坚持住，死守城楼。警告：落霞关遭遇敌军强攻，城头防线告急，请宿主立即支援。我去，那边打起来了！走，去办大利马防暴网。防暴网？那不是咱们之前做小区安防项目剩下的货吗？这玩意儿还能打仗？大利马县加钢丝新，韧性比钢丝绳还强，越挣扎收得越紧，罩住人根本挣不开。对付登城的敌军比刀剑管用。都搬过去，我也过去，顺便现场教他们用法。得嘞。将军，陆先生又送东西来了。陆先生，这是防暴网，我现场教你们怎么用。2个人一组拉开，等敌兵爬上来探出头，直接往下照。网里加了钢丝芯，刀砍不断，越挣扎勒得越紧。所有人听令，2人一组，拿网，按陆先生说的做。什么鬼东西！这是什么妖法？继续冲！给我冲上去，把网撕烂！将军，上去的弟兄全被网住了，根本挣不开呀！再冲就是送死！来啊，有本事再上来啊！将军，这妖网太过邪门，不如先收兵回营，再想别的法子。传令下去，收兵回营，把千斤巨型撞城车推出来。明天我要直接撞碎他们的城门。将军英明，撞城车一出，区木门根本扛不住。多亏了陆先生，不然今天这城头真守不住。拓也绝不会善罢甘休，他下一步肯定会用撞城车攻打城门。放心，明天他赶来，我自有办法对付。今天先让弟兄们休整。哼哼，今天我要撞碎他们的城门，踏平落霞关，推进，撞门！将军，敌军推冲车强攻城门，门刹快要扛不住了！全体亲兵随我上前死守，我等纵是身死，也绝不让北戎义兵踏入关隘半步。等等，我有办法。这是专门打硬目标的家伙，你让弟兄们都撤开，离门远一点。先打传动轴承，再打前端。怎么回事？车歪了！什么东西？搞定。
先打传动轴承，再打前端。怎么回事？车歪了！什么东西？搞定。隔着那么远，能把千斤撞程车打碎。全军撤退！赢了！赢了！陆先生简直是神人！陆先生今日再救落霞关一次，这份恩情，星宇与全城军民没齿难忘。举手之劳而已。将军，今夜乌云把月亮都遮住了，正是夜袭的绝佳时机。好，传令下去，精选500死士，随我偷袭。陆先生，今夜吴越北戎必要夜袭，还请先生出手教助。走，把仓库里的 LED 探照灯和柴油发电机都搬出来。陆先生，您可来了。我带了探照灯和发电机，赶紧架到城垛上，对准敌军来袭的主方向。陆先生，这铁疙瘩就是照明的物件，看着还没火把大，能亮到哪儿去？等会儿亮起来，你别被晃得睁不开眼就行。把天翻机抬到这边，加上柴油就能启动。都别出声，等他们走到城阳根底下再开灯，效果最好。上！守军都在打瞌睡呢，等咱们摸上城头，他们连刀都摸不到。我的眼睛亮了，真的亮如白昼。放箭，扔滚木砾石。将军，不好了！城头突然冒出神光，亮的能刺瞎人眼，弟兄们眼睛都快废了，根本攻不上去啊！又是妖法！陆先生总能拿出这般神奇的物件，星宇实在佩服。这才只是开胃菜，明天我再给他们准备点惊喜，让拓野再也不敢围着落霞关打转。一群废物，工程梯不行，撞程车不行，夜袭也不行，我养你们这群饭桶有什么用？将军，弟兄们接连受挫，都被城里的手段吓破了胆，士气实在提不起来啊！我就不信他们真的会妖术。传令下去，明日拂晓。你看天上那是什么东西？将军，你看那神鸟，通体铁柱，竟能凭空悬浮，莫不是天神派来的神渊？想来又是陆先生的手法。给我放箭，把它射下来！射不到，难道这真的是神物啊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尔等蛮夷屡犯边境，涂炭生灵。天降红雨了！昨夜夜袭本神已掠失小城，今日再降红雨示警。若再敢踏多落霞关半步，下次降下的便是9天圣火，叫你们灰飞烟灭。求天神饶命啊！将军，弟兄们都被吓破了胆儿，根本没法再打了。传令，全军撤退！陆先生以一己之力退数万大军，解落霞关数月之围，这份恩德，全城百姓永世不忘。不必客气，不过太平只是暂时的，咱们得趁这段时间把城防和民生都提上来。先生说的是。恭喜宿主成功解除落霞关围城危机，阶段性奖励已发放。我去，这全是系统给的奖励。这也太阔气了，咱们这下真的翻身了。别光看，装车还是找刘婉晴变现，正规渠道稳当。得嘞，我这就去开车。陆先生这批货品质远超上一批，我给您报个实价，220万，您看合适吗？我信得过柳小姐，就按这个价来。
大米30袋，面粉20袋，新农具50套。记好了，安哥，这回应该够了。将军，粮仓已经囤满，新兵训练也跟上了。百姓们都说，自打有了陆先生的支援，日子终于安稳了。将军，急报！朝廷巡查使梁冲大人正往落霞关而来。巡查使，这个节骨眼上来人。将军，咱们用的这些外来器械太过扎眼了。传令下去，整肃军纪，将特殊器械妥善收好。本官亲自出城迎接。我倒要看看，这位巡查使究竟是来做什么的。落霞关守将沈星宇恭迎钦差大人。哼，本官奉旨而来，你就站在这儿接旨吧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落霞关守将沈星宇私通妖物，祸乱军心，仗着旁门左术之术，据关自守，居心叵测，即刻罢免其守将之职，收缴所有外来协议器械，所拿入京受审。钦此。大人，落霞关被围数月，军民浴血死守，何来私通妖物之说？那些器械是守城御敌之用，绝非什么协议之物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，是不是妖物？本钦差查了便知。御林军听令，立刻入城，把所有外来器械全部收缴，把沈星宇给我拿下。遵命。我看谁敢动！沈将军守关有功，凭什么说抓就抓？怎么，你们想造反不成？大人要拿我可以，但守城器械绝不能交。北戎大军刚退，万一去而复返，城破人亡，这个责任谁来担？那是你们守将的事，本钦差只奉旨办事。今天人要抓，东西也要收。慢着，钦差大人好大的威风啊！你是什么东西？山野刁民也敢插嘴钦差办事，活腻歪了！我是什么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梁大人这一手贪功构陷、过河拆桥的把戏，玩的也太熟练了。北戎数万大军围城，火烧城关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全城军民断水断粮、浴血死战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现在仗打完了，你带着人过来摘桃子、扣帽子、抢功劳、害忠良，这就是朝廷派来的巡查使。对啊，北戎攻城的时候，连个人影都没见着。沈将军带着我们死守了几个月，凭什么说罢免就罢免？一派胡言！本钦差是奉旨巡查，岂容你这刁民信口雌黄？再敢妖言惑众，连你一起抓！是不是信口雌黄？你说了不算。从你宣旨到现在，每一句话我都录下来了。你污蔑守将，纵容御林军欺压军民，这些内容我们可以原封不动送到京城，让满朝文武都听听。看看你这个钦差到底是来巡查的，还是来祸乱边关的？放肆！你们私通妖物是事实，本钦差按律办事，何错之有？何为妖物？能退敌，能安民，能救满城百姓性命，都是好物。反了，简直反了！聚众抗旨，包庇要挟，你们这是要谋逆！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动手，把他们都拿下！胆敢反抗者，格杀勿论！遵命，弟兄们上！别急，给他们看点好东西。都别战斗，战斗必死无疑！装神弄鬼，肯定是障眼法，都别怕，给我冲！这可是我特意调配的七绝散，沾到皮肤就会溃烂，吸进肺里半个时辰就没命。你们要是不怕死，尽管往前冲。再不走，就让你们全都死在这儿！梁冲，我念你是朝廷命官，不与你计较。现在立刻带着你的人滚出落霞关，再敢多留半步，休怪我不客气！滚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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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得很，沈星宇，你给我等着！本官回京之后，定要奏明圣上，说你拥兵自立，私通外敌。到时候大军压境，我看你还怎么嚣张！可汗，
落下关传来消息，朝廷钦差梁冲要诬告沈星宇拥兵自立，两边已经彻底反目。落霞关现在与朝廷离心，正是我们南下的大好时机。哈哈哈哈！没想到他们自己先乱了阵脚。传令下去，集结10万精锐，即刻整军。遵命。3日后大军南下，直取落霞关。将军，急报！北戎大可汗宇文苍亲率10万精锐大军南下，已经过了雁回峡，3日之内必到落霞关。宇文苍，他竟然亲自来！将军，宇文苍可是北戎第一枭雄，10万大军压境，咱们这点兵力根本扛不住啊！慌什么？立刻传令下去，整备军械，加固城防。我去联系陆先生，他必有对策。陆先生，这批收藏价值极高，我给您350万，您看如何？可以，痛快，马上给您打款，我先告辞了。到账350万元。别愣着了，立刻联系建材市场，高标号水泥200吨，螺纹钢筋50吨，再加3台小型混凝土搅拌机。啊，买这么多水泥钢筋干啥？咱们要盖厂房啊！给落霞关修城墙。宇文苍10万大军马上就到，老式土墙根本刚不住重型投石机，钢筋加混凝土，硬度是土墙的10几倍。给城墙升级加 buff 是吧？我这就去办。将军，这些灰粉和铁棒子真的能加固城墙，看着还不如夯土结实啊！陆先生的法子从来没出过错，按图纸来，先把城墙外壁凿出凹槽，扎钢筋骨架，再浇筑水泥。我的天，这么硬，比石头还结实啊！可汗，您看衬墙就变成灰白色的。哼，沈星宇病急乱投医了，抹了层灰泥就想挡住我10万大军，简直可笑。城上的人听着，我大可汗有令，开城投降，可保全城百姓性命无忧。若是负隅顽抗，大军破城之日，鸡犬不留。放屁！就凭你们也想破城？回去告诉宇文苍，想让我落霞关投降，做梦！沈星宇，既然你不知好歹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给我砸！砸他这面破墙！陆先生，这么多巨石，咱们这新墙能扛住吗？咱们叫钢筋水泥墙，投石机的攻击就是挠痒痒。没事，墙居然没事！这么大的石头砸上去，连个坑都没有。不可能！这肯定是妖术，那墙根本不是凡物。妖术，又是沈星宇找来的旁门左道。就是现在，火箭炮准备，齐射！打中了！可汗，不行啊，根本攻不进去，弟兄们伤亡太重了。正面强攻不行，那就换个法子。传令下去，全军后撤3里扎营，选500精锐，带足火药，今夜绕到侧面，给我把侧墙炸开。可汗说了，炸开西侧城墙就能直插城内。陆先生料事如神，宇文苍果然选了侧墙下手。我早就在墙根布好了民用定向破岩器材，就等他们上门。陆先生，这玩意儿真有那么厉害？不用咱们动手就能把他们收拾了？定向爆破的碎石只会往外飞溅，伤不到城墙，也不用咱们短兵相接。等他们踩了触发半线，自然有好戏看。什么东西？
成了。零伤亡就破了敌军的偷袭，陆先生这一手真是神乎其技。都是现成的器材，算不上什么。传令下去，天亮了下去清点清点他们留下的火药。是。可汗，不好了，侧墙有埋伏，我们刚到墙根就触发了机关。传令下去，全军后撤30里扎营，封锁所有外围商道和粮道。可汗，咱们不攻城了。硬拼只会折损兵力，他们城中粮草撑不了多久，咱们就围而不打，困死他们。等他们弹尽粮绝，落霞关自然不攻自破。哎，我看咱们这关城是撑不住了。北戎把所有商道粮道都封死了，一粒粮都运不进来，关仓早就空了。真的假的？前几天不是还说粮食够吃吗？那都是官府安抚人的鬼话。我还听说朝廷早就放弃咱们这偏远边城了，再过半个月，全城都得挨饿。那可怎么办啊？北戎围得跟铁桶似的，怎么逃都逃不出去。将军，都清点完了，库里的存粮扣掉每日问额，最多还能撑半个月。半个月？这么少？北戎封了所有外围商道，城外的粮运不进来，城内存量本就不多。将军，现在街上全是流言，说朝廷放弃咱们了，粮草马上就要耗尽，百姓人心惶惶，士兵私下也在议论，士气掉得厉害。慌什么？传令下去，守军每日口粮暂时减半，优先供给百姓和伤兵。另外，严查散播谣言的细作，抓到立刻处置。越是这个时候，越不能自乱阵脚。是，小人这就去办。可汗，城内已经传开了，百姓人心惶惶，守军士气也开始浮动。咱们把所有商道一封，他们根本撑不了多久。可汗妙计，咱们不用硬攻城，就围着耗着，等他们粮食吃光了，自然会开城投降。哼，沈星宇的城墙再硬，也扛不住饿肚子。传令下去，加派巡逻骑队，连一只鸟都不许飞出落霞关。我倒要看看，他们能撑到什么时候。遵命。陆先生，城中存粮仅够支撑半月，北戎封锁了所有商道，细作四处散播谣言，军民人心惶惶，还请先生务必相助。这么急，那咱们赶紧去买粮食去。别急，古井单次传送重量有限，新鲜米面体积大，分量重，大批量运效率太低。分两步，第一步，采购真空压缩干粮，体积小，热量高，一小块配水能顶一顿饭，先解决当下温饱。第二步，送高产种薯，产量是普通少类的3倍，耐旱好活，种下去2个月就能收，从根上解决粮食问题。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压缩干粮不占地方，一次能运过去好多。我这就去食品厂采购，保证都是最新日期的。再去农资站拉一批高产种少。得嘞。安哥，全齐了，压缩干粮够全城吃1个月，种薯能种200亩地，收了之后全城关起门来都够吃。分批传送，先送干粮，再送种薯。明白。将军，这东西小小的一块，能顶饱吗？陆先生说这叫压缩干粮，热量高，就着水吃一小块就能顶一顿，先分下去，优先给老人。这么一小块，真的饱了，太神奇了！我就说官府不会骗咱们，之前说粮尽的全是谣言。将军，百姓们都吃饱了，谣言不攻自破，藏在城里的细作也抓住了。把种薯分下去，选肥沃的田地，抓紧种下。呼，总算送完了，这落霞关的粮食问题总算是解决了吧？温饱解决了，接下来该收拾外围的麻烦了。你是说北戎那些巡逻的人？他们天天在外围晃，堵商道，扰百姓，留着是个祸害。先用无人机全域侦查，把所有哨点位置都标出来。等摸清了所有布防，就给他们来个一锅端。
安哥，你也太准了，这帮家伙藏在山沟沟里都能找到。一会儿把位置都发给沈将军，让他们夜袭，断了宇文仓的耳目。将军，陆先生这神渊也太神了，北戎藏得那么偏的哨卡，居然全给摸清楚了。传令下去，选300精锐骑兵，今夜3更从侧门出城，速战速决，别惊动敌军主力。末将遵命。守这破地方有啥意思？城里的人都快饿死了，连个商队都碰不到。哼，急什么？再熬半个月，他们就得开城投降，到时候咱们就能回去领赏了。杀！将军，7处哨岔全拔干净了，还缴获了很多粮和战马。粮草入库，战马编入骑兵营，弟兄们连夜休整，论功行赏。将军，城外来了一队人马，说是朝廷的使者，从小路绕开北戎封锁过来的，要面见您。朝廷使者？沈将军，本官奉圣上之命前来宣旨，请开城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经查实，前巡查使梁冲谎报军情，构陷忠良，已革职查办。落霞关守将沈星宇忠勇善战，死守孤城有功，特册封镇边大将军，赏黄金1000两，调拨粮草10万担，援军1万，不日抵达边关。钦此。将军，朝廷给您平反了，还派了援军和粮草。臣谢主隆恩。可汗，不好了，咱们外围7处哨卡全被端了，粮草战马都被抢了，还有朝廷的使者从小路进了落霞关。什么？朝廷的人？可汗，若是朝廷派了援军粮草过来，咱们的围困战术可就没用了。好得很。传令下去，全军整备，准备发动全军总攻。陆先生，宇文仓已经集结10万大军，即将发起总攻。我料到他会急着打，这是钢制轻甲，防穿刺能力是皮甲的3倍，优先给城头守军换装。传令全军分2班轮值，连夜组装调试，甲胄天亮前必须分发到位，半线4更前必须全部埋完。遵命。可汗，全军集结完毕，粮草军械悉数就位，只等天亮发挡住我10万大军。沈星宇靠妖强妖气守了这么久，传我命令：3更造饭，5更列阵，天亮之后全力攻城，不破不休。乖乖，一眼都望不到头，这就是10万大军。按陆先生的战术打，他们来多少，咱们就留多少。中军大旗是他们的核心，等会儿打起来，先拦登城兵，再炸中军阵，最后给这面旗子来一下。旗子一倒，军心就散了。攻城！防爆网准备，放近了再打。又是这妖王！哼，就这。废物，继续冲！堆也要堆上城头！火箭炮齐射，目标中军大阵。可汗，中军被炸了！慌什么？传令前军继续冲，后军稳住阵型。该结束了。大旗倒了，可汗的大旗倒了，大旗都没了，肯定是可汗阵亡了。别跑，可汗没事，都给我回来！沈星宇，此仇本汗记下了。可汗，大军已经失控了，先撤吧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撤！赢了，我们赢了，10万大军就这么败了。先生以少胜多，一战击溃10万大军，星宇佩服。咱们得乘胜追击，赶快去缴获物资，让他短时间内再无力南下。传令骑兵营，即刻开城门，追击敌军，收缴粮草军械，不得有误。遵命。可汗，
10万大军折损近半，粮草军械丢了70%，再硬拼下去，咱们家底就空了。我知道。传我命令，派使者去落霞关，递交和谈文书。可汗，咱们真要求和？不然呢？沈星宇有陆安相助，城防坚不可摧，再耗下去只会把老本赔光。先议和休养生息，日后再图后事。告诉沈星云，北戎愿赔牛羊5万头，战马3000匹，割让3处边境草场，承诺时内不再南下犯境。遵命。沈将军，我大可汗有令，愿与落霞关永结盟约，这是和谈条件，请将军过目。陆先生，你觉得如何？条件很有诚意，10年休养生息，对落霞关的百姓和商贸都好，比常年耗着打仗划算得多。回去告诉你家可汗，条件我应了。明日午时，城头立盟，签字盖章。若日后北戎再敢犯境，休怪我落霞关不客气。多谢沈将军，小人这就回去复命。将军，宇文苍也有低头的一天，这下边关终于能太平了。太平来之不易。总算不用躲战乱了。听说落霞关有饭吃，还有兵保护，咱们以后就在这儿安家了。是啊，以后商道通了，咱们来回做买卖也安全，这日子总算有盼头了。大家别急，排好队，人人都有安置，先领口粮，再去住处。将军，这几日又新来了1700多户流民，都安置到城南的空宅了，城西的荒地也分了下去。百姓们都说，总算能过上安稳日子了。商道通了，商铺陆续开起来，日子只会越来越好。告诉下面的人，流民安置要稳妥，农田开垦要盯紧，别让百姓受了委屈。是。沈将军，多亏了您守着关城，我们才有活路啊！守土爱民是本将分内之事，老伯安心做生意就好。将军，历次作战缴获的物资都清点完了，战马1200匹，精良兵甲3000副，粮草20万担，金银玉器18箱，还有古籍孤本12箱，悉数在册。这么多家底，够咱们关城用好几年了。能有这些缴获，全靠陆先生数次出手补助。传令下去，把所有珍宝全部整理妥当，送给陆先生，算是落霞关的一点心意。末将这就去安排。陆先生，你在吗？落霞关数次逢凶化吉，全靠先生倾力相助，这些是我们的一点心意。不用，这些你们都留着。先生，现在和谈刚成，大批流民涌入，要安置百姓，开垦农田，还要扩建工坊，整训骑兵营，处处都要花钱。这些物资留在落霞关，比放在我手里有用得多。你们把城池建设好，百姓安居乐业，边关安稳，就是对我最好的回报。先生高义，星宇替落霞关全城百姓谢过先生。和谈已定，我也该回去了。后续要是有什么事，随时通过古井联系我。先生一路保重，落霞关的大门永远为先生敞开。安哥，你回来了！恭喜宿主成功击退北戎10万大军，促成边境和谈，奖励已发放。我去，系统也太阔绰了，这奖励比之前加起来都多啊！这下资金更充裕了，正好可以把后山的地买下来，开启公司的新项目。放心吧，安哥，这事交给我办。将军，您来看，新式作战弩已经批量出了200架，射程远，上弦快，比旧弩好用3倍。还有这钢制防护甲，轻便不说，寻常刀枪根本刺不穿。农具那边反响如何？新工具耕地能省1半力气，周边农户都来预定，单子已经排到下个月了。照着外来器械拆解改良的法子，真管用，工匠们越做越熟练。有了这新犁，今年秋收肯定能多收3成。多亏了将军，咱们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。军工坊继续扩产，农具坊优先供给农户，边关安稳了，
就得让百姓都过上好日子。陆先生，这批货一共480万，已经转到您账户上了。能和陆先生合作是我们的荣幸。不过数月时间，从负债100万到资金充裕，全靠古井。安哥，手续全批下来了，整片厂区加后面的黄山都拿下了，以后这就是咱们设备研发的专属基地。以后你就是公司副总。安哥，我一定好好干。我先盯着施工队建仓库，下个月就能投入使用。这口井连通的不是2个世界，而是2条路。你们那边走通了安边富民的活路，我这边走通了安身立命的出路。对了，过阵子我再送批建材过去，把官道修一修，往来能更顺畅。陆先生，落霞关永远是你的朋友。